趙麗穎今年也快到40歲了，她有可能未雨綢繆，走向幕後做準備，不排除未來經商或在娛樂圈自立門戶的發展趨勢。趙麗穎從龍套到頂流的逆襲，印證了靠山山倒、靠人人跑的生存哲學。這位清醒的實幹家正悄然布局人生下半場，以演員沉澱的經驗為籌碼，在幕後制作與商業領域開疆拓土，用女強人的姿態打破娛樂圈的年齡魔咒。畢竟真正的星辰從不止步於熒幕閃光。哎，你說趙麗穎今年快奔4了，這話聽着怎麼就這麼刺耳呢？但仔細一想，好像確實是這麼個理兒。這女明星的青春飯，說白了就是跟時間賽跑，她們付出的努力，外人哪能輕易體會？眼瞅着多少演員過了那個黃金年紀，事業就開始下滑，最後只能黯然退場，這誰看了不心酸？所以有人說她現在開始未雨綢繆，往幕後發展，甚至考慮經商或者自立門戶，這邏輯上講得通吧？畢竟能在娛樂圈長久立足，靠的不僅僅是臉和演技，更得有長遠的規劃。你看那些成功的例子，哪個不是早早布局的？不是說現在不行，是說得為以後打算。當演員固然風光，但也是個青春飯碗，而且競爭激烈，說不定哪天就被新人拍在沙灘上了。這個未雨綢繆4個字，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可就難了。它代表了一種清醒的認知，知道自己的巔峰期不會永遠持續，所以他現在動這個心思很正常。想想他一路走來的不容易，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丫頭，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一線女星，這中間的汗水和淚水，只有自己知道。這樣的經歷讓他更明白靠山山倒、靠人人跑的道理，只有自己強大了，才是最牢靠的。他有沒有想過，等哪天不演戲了，幹點什麼？這絕對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。別看現在光鮮亮麗，誰知道未來會怎樣？娛樂圈變化太快了，也許他已經開始接觸一些投資項目，或者在思考成立自己的工作室。這都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很多藝人到了一定階段都會考慮。如果真的往經商這塊走，那可是另一番戰場了。娛樂圈是他的主場，但商場上的規則可不一樣，那才叫真刀真槍。但話說回來，他有這個魄力去做，也說明他不是那種只守着眼前利益的人。看得遠，才能走得穩。而且誰說女明星就不能當女強人？只要有能力、有頭腦，在哪兒都能闖出一片天。說不定她已經有了自己的商業版圖，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。這年頭，低調悶聲發大財的大有人在。她不是那種喜歡高調炒作的人，更注重實際。所以她的一些布局可能早就開始了，只是我們沒注意到。如果他真的要自立門戶，成立自己的公司，那對整個行業來說，也可能是一個新的變數。這就像有人在牌桌上已經開始思考下一局甚至下幾局的走法了。至於是不是真的快到奔4這個年紀，其實年齡數字只是一個象徵，更重要的是一種狀態的認知。他現在的狀態，無論是在演藝事業上，還是在個人成長上，都到了一個需要轉型和升級的階段。他的粉絲們應該也能理解吧？畢竟誰也不希望自己喜歡的藝人因為年齡增長而失去舞台，所以往幕後發展或者做點別的，都是對事業的一種延續和拓展。這不僅僅是為了自己，也是為了給更多有才華的年輕人一個機會。他當年也是新人過來的，肯定知道那種渴望被看見的心情。而且他本身就很有想法，不是那種被動接受安排的藝人。這一點從他的一些角色選擇上就能看出來，他總是願意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這種主動性到了幕後會更重要。
如果他真的自己當老闆，那對他來說絕對是一種更大的挑戰，但也是一個更大的機遇。把自己的經驗和資源都投入到打造新的項目裡，這可不是簡單的玩票。他身上有那種韌勁，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底。我們現在看到的可能只是他整個計劃的一小部分，而且娛樂圈的幕後也是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，從製作、發行到經紀公司，每個環節都能發揮作用。他對行業有多深的理解，決定了他能走多遠。至於經商，那就更是另一個維度了。但他如果真的做了，相信也不會是那種衝動型的決定，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，並且有十足把握的。所以，我們不妨拭目以待。與其在這裡猜測，不如看看他接下來的行動。如果真的要說到未雨綢繆，這說明他是一個非常聰明和有遠見的人。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中，能夠保持清醒，為未來做打算，這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能力。他不是那種只活在當下的人，他知道演藝生命是有限的，而人生的可能性是無限的。所以，他現在做出的任何嘗試都值得我們去關注。畢竟，他不僅僅是一個演員，更是一個有思想的獨立個體。他的每一步都可能在為自己書寫新的篇章，而這個篇章或許比我們想象的要精彩得多。他真的能在這個新的賽道上開闢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嗎？2. 終於明白趙麗穎為何這麼紅。5位百億身家男人默默為她全力護航。娛樂圈就像一片深不見底的汪洋，有人含着金湯匙起航，有人卻得靠着自己一點點笨拙的泅渡。趙麗穎的故事大概就屬於後者。很多年前，那個從河北農村走出來的小姑娘，揣着對表演的一點懵懂憧憬，一頭扎進了這個五光十色的世界。那時的她，在許多人眼裡，大概就像一顆不起眼的小石子，被時尚的浪潮沖刷得有些土氣，也沒什麼靠山，想要個角色都得碰一鼻子灰。那段日子，用她自己的話來說，真是吃盡了苦頭。可誰能想到呢？這顆小石子後來竟被打磨成了熠熠生輝的明珠，成了如今電視劇裡的女主專業戶，片約接到手軟，粉絲遍地開花。這命運的轉折，說來也挺有意思，仿佛一部現實版的貴人扶持記。這第一位貴人出場就帶着點偶像劇色彩，丁子俊。這位家境優渥的公子哥和趙麗穎在片場相識，或許見慣了圈內的浮華與浮躁，他反倒被這個女孩身上的那股子軸勁打動了。拍起戲來像頭小牛，埋頭苦幹，不叫累也不耍滑。丁子俊覺得這姑娘看着順眼，便真心實意地把她當妹妹來護着，給她介紹資源，為她擋掉些閒言碎語。這份情誼簡單又溫暖，沒什麼複雜的算計，就是一份純粹的欣賞。如果說丁子俊是兄長般的守護，那吳奇隆的出現則更像是一位慧眼識珠的投資人。他自己開了影視公司，在複雜的圈子裡看人看事，眼光毒辣。他看中的是趙麗穎身上那份難得的靠譜，這可不是隨便說說的好話。他竟力排眾議，邀她入股自己的公司。這一招在當時不少人看來有點冒險，但吳奇隆就是堅持。後來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，公司上市，趙麗穎手裡的股份價值翻了好幾番。這份信任賭的不是運氣，而是對人品的長期投資。真正的破局時刻，隨着第三位貴人於正的到來而降臨。當時於正籌備《陸貞傳奇》，大膽啟用了還是新人且備受爭議的趙麗穎當女主角。消息一出，簡直是捅了馬蜂窩，網上罵聲一片，都說她撐不起。壓力山大的於正這回也像是賭上了一把。結果呢？劇一播出，火遍大江南北，
趙麗穎憑借陸貞一角，瞬間從被質疑的新人躍升為無數人心中的古裝女神。於正這把賭贏了，也徹底把趙麗穎推上了一線女星的高速軌道。時間再往前推，其實早在趙麗穎剛出道時，命運的伏筆就已經埋下。那時她參加一個選秀，坐在評委席上的馮小剛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眼神清澈、表演質樸的女孩。時光荏苒，20年後，已經成為大導演的馮小剛，在新電影裡又找到了趙麗穎，讓她擔當重要角色。他說，這麼多年，看着她一步步努力，演技早已毋庸置疑。這像是一種跨越時間的認可，從起點到巔峰，始終有目光見證着她的成長。而在複雜的娛樂圈裡，除了事業上的提攜，一份如長輩般的關懷更是難得。演員任達華就和趙麗穎在綜藝裡結下了緣分。他像父親一樣，不僅提醒他圈內陷阱，幫他分析工作機會，私下裡也互動親密，給予他家人般的溫暖。這份情誼在名利場中顯得格外珍貴。回過頭看，這5位貴人個個都非富即貴，身家加起來驚人，但他們幫助趙麗穎似乎都圖不着什麼物質回報。原因出奇的一致，這姑娘人實在。丁子俊說她單純，吳奇隆讚她靠譜，於正欣賞她拼命，馮小剛看重她堅持，任達華誇她老實。這些樸素的詞拼湊出一個在浮躁行業裡依然選擇用笨功夫走路的人。他的真誠和專注成了最能打動人的名片。如今趙麗穎早已不是當年那個怯生生的小姑娘，她站得足夠高了，卻從未忘記那些托舉過她的人。她常把感謝掛在嘴邊，說沒有他們就沒有自己的今天。但她也沒有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，而是說往後就踏實做事。觀眾喜歡她，或許不只是因為屏幕上那些鮮活的角色，也因為屏幕下這個始終帶着點拙勁、懂得感恩、眼神依舊清亮的女子本身。這故事聽起來像傳奇，但仔細想想又挺樸素。它好像告訴我們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或許真的存在一種好運，它的名字就叫你自己。當你自己足夠真誠，足夠努力，成為一個看着順眼、讓人放心的人時，那些願意為你伸手的貴人，自然會在你的路上出現。至於結果如何，那就交給時間。像趙麗穎一樣，踏實往前走，就挺好。